每次看完新科技发表会，头都快炸了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换一个方式，透过对话的节奏来理解这些艰深的内容，让复杂的技术资讯也能像聊天一样轻松吸收。好，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 Google I/O 2025大会，特别是 AI。感觉它正在快速改变 Google 的各种服务，这对你的影响，我想会很大。没错，这次的重点我觉得可以说是 Gemini AI，它不只是变强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整合到你平常就在用的那些 Google 工具里面了。无所不在。对，而且有个趋势很明显，就是 AI 从以前主要在云端运算，现在慢慢走向你手上的装置。哦，像是手机吗？对，手机甚至可能进入到你的视线里，像是眼镜，它变得更懂你，也更主动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核心的这个 Gemini AI 开始谈，最新的2.5 Pro 跟那个轻量版的2.5 Flash，对我们使用者来说，感觉上会有什么不一样？还有那个实验性的深度思考模式是什么？简单来说 ，Pro 版就是比较厉害，可以处理很复杂多步骤的问题。那 Flash 版呢，就是快，反应迅速，适合那种需要及时回答的场景。快很准那种。对，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处理量，每月480兆 token， 这个数字真的很惊人呢。Token 是指token 你可以大概想象成是 AI 处理文字的单位，可能是一个词或一个字，成长50倍，意思就是 AI 能读懂更长的文章、更复杂的对话，互动的深度、广度都大大提升了。了解。至于那个深度思考模式，就是让 AI 花更多时间跟资源去拆解那种真正很难需要好几步才能解决的问题。听起来很厉害，不过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更有感的可能是那个个人化脉络吧。听起来是让 AI 可以看我的机妙、行事历、云端硬碟这些资料。对，这个就是个人化脉络。听起来有方便，但隐私方面会不会有点让人担心啊？这个绝对是重点。Google 一直强调说，控制权都在你手上，你可以随时打开或关掉这个功能。但你想想看，如果 Gemini 知道你行事历上快要考试了，就主动跳出来说，要不要帮你整理复习笔记？或者知道你很喜欢骑脚踏车，就用骑车来比喻解析一个物理概念，这样学习不是更贴近你吗？这倒是不错。这种很懂你的互动方式，未来也会直接内建到 Chrome 浏览器里面。Google 说控制权在我们手上了，不过过去的经验嘛，总是会让人有点疑虑。好，那来看看大家最常用的搜寻有什么大改变？应该不只是结果上面那个 AI 摘要吧？那个 AI 摘要其实用的人已经很多了，全球超过15亿。但这次新的重点是 AI 模式。AI 模式？对，它让你可以问更长、更复杂的问题。AI 不再只是丢给你一堆连结，它更像一个研究助理。像助理一样。没错，它背后用了一个叫查询术的技术，就是说 AI 会自动帮你把复杂问题拆解成好几个小问题，然后同时去查网络、知识库、购物网站等等，最后把这些资讯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答案给你。听起来很聪明。还有那个 Search Lathe， 用手机镜头直接拍东西，直接问问题，这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可能超方便。对，拍了就能问。所以搜寻正在从找资料变成一个能帮你解决问题、探索世界的智慧伙伴。对了，线上购物也有一些新功能，像是虚拟试穿衣服、AI 助理帮你结账之类的。搜寻越来越像个人助理了。那创作工具呢？我看有 Veo 做影片 ，Imagen 4做图 ，Lyria 做音乐，甚至还有什么 AI 电影工具。这是不是代表以后就算不是专家，人人都能很快做出看起来很专业的东西？这个可能性非常大。AI 确实大大降低了创作的门槛。但这也带来一个挑战，就是内容做得越像真的，我们怎么去分辨真假？所以 Google 也同步推出了 SenseID Detector 这个验证平台。做什么用的？就是协助大家辨识这个内容是不是 Google 自家的 AI 工具做出来的。虽然是试图在技术发展跟维持信任感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吧。
确保信任感确实很重要。那接着看硬体 ，AI 总要有个载体嘛。Google 正式推了那个为 Germany 设计的 Android XR 延展实境平台，听说三星很快就会有产品了吗？对，三星会是第一个。还有那个跟时尚品牌合作的智慧眼镜，这个把摄影机戴在脸上，大家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会不会很奇怪？这就是 Google 的一个重要布局。他们的概念是让智慧眼镜外观尽量跟普通眼镜一样。看不出来是智慧眼镜。对，尽量啦。但里面装了 Gemini AI， 可以透过眼镜上的相机和麦克风，看到、听到你周遭的世界。所以它可以干嘛？它可以即时翻译，帮你导航，辨识你看到的物品，比如说这是哪个牌子的咖啡杯，甚至在你讲话时当提词机用。哇，完全不用掏手机耶。没错，这就是要把 AI 从荧幕里解放出来，让它无缝地融入你的感官体验。这是 Google 在 AR， 就是扩增实境领域非常重要的一步棋。这也带到另一个很核心的概念，叫做代理人 Agent。代理人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 AI 不再只是被动地回答你的问题，而是能够主动地替你去执行一些需要好几个步骤才能完成的任务。例如呢？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AI 模式搜寻，它可以不只找资料，还能帮你分析球员的数据，直接做成图表。哇哦！或者你跟他说预算多少，要离公司多近，他就可以跨好几个租屋网站，帮你把符合条件的房子找出来，还整理成表格让你比较。这个超实用哎。对，这背后其实连接到一个叫 Project Astra 的研究计划，目标就是让 AI 在你同意授权的情况下，可以更自动地去操作不同的 App 网站，完成更复杂的工作流程。所以 AI 会自己去点 App 操作？未来可能是再搭配前面讲的深度思考模式来处理复杂的规划，还有 Google 长期在发展的世界模式，就是让 AI 理解真实世界的运作规则跟因果关系，这样 AI 助理就会越来越能干，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代理人。好，所以听下来这次 Google I/O 的核心信息，感觉就是 AI 正在加速渗透到你生活的各个角落，从搜寻创作到未来可能会戴在脸上的眼镜。而且 AI 的角色也在变，以前比较像是被动的工具，等我们下指令，现在变得更懂你，更主动，甚至像你说的，像个代理人可以帮你处理事情了。总结得很好，就是这几个重点。Android XR 把 AI 带到你眼前， Gemini 的个人化和主动性越来越强，生成创作能力也很惊人。然后 Search 跟 Agent 模式让 AI 能处理更复杂的事情。这些都指向一个未来， AI 跟我们的互动会更智慧、更无缝。那最后，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一下。是什么？就是如果未来 AI 真的能够深度理解你的习惯、你的世界，而且在你信任授权下，可以主动帮你规划生活、处理工作，甚至完成一些你自己可能都没想到的事，这会怎么根本的改变你的日常生活跟工作方式？同时，你又该怎么去看待在享受方便的同时，那个个人掌控权、资料隐私，还有 AI 协助跟个人决定之间，那条好像越来越模糊的界限？听完这集，有没有觉得清楚多了？如果你也好奇我是怎么用 AI 工具，把这场资讯爆棚的发表会变成这么轻松的 podcast， 那就千万别错过下一集。